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首先呢，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会员制已经启动了，那欢迎大家点击网页下方的加入，就会引导您如何成为会员了。那同时呢，我们也感谢已经加入会员的各位朋友们。那这个星期三，也就是4月15号呢，中港台时间晚上的10点半，也就是美东时间上午10点半，我们将举行第一次的会员直播节目，那提醒大家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中国经济的话题，来聊聊这次疫情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但是呢，这次先聚焦在3个重点，包括1、供应与需求双断裂，失业大潮来袭；2、内需消费陷困境，中小微企业倒闭风险高；3、个人贷款违约增加，金融体系风险上扬。不过呢，先带大家来关心一个消息。我们之前也在强调中国的疫情并没有真的消失，是官方为了复工拼经济，刻意下令政治清零、政治消毒。但实际上呢，病毒的风险依然到处存在。像河南平顶山的第2高级中学，才复学没有几天，就有多名学生被紧急送医。看120车又来了穿了全身防护服，好几个孩子拉走了。然后这不是二中拉走了4个孩子，拉走4个孩子。哎呀，看。那在这里我们也再次提醒中国各地的朋友们要多加留意疫情，同时保护好自己，别被中共的政治宣传欺骗了而感染病毒。好，接下来看今天的第一个重点：供应与需求双断裂，失业大潮来袭。其实这次疫情对中国经济影响非常的深远而且涵盖范围相当广。但是由于疫情的其他变化实在太多太快了，所以呢一直还没有机会跟大家聊到经济这部分。那现在呢，我们先跟大家从失业问题聊起。那这2天呢，一直传出中国家电巨头海信集团因为受到市场萎缩、需求低迷的影响，准备裁员1万人。那直到4月12号呢，海信也正式坦诚有裁员及减薪的计划，但裁员多少人呢？海信没有明说。事实上，从去年底疫情爆发以来呢，首当其冲的就是各地工厂停工停产，那许多工人也被迫留在家乡，导致中国制造业在整个1月和2月几乎停摆。那大量工厂无法生产，却也意外的让中国的空气污染大幅降低了。然而呢，当中共从2月底开始大力宣传疫情好转，要全面推动复工复产的时候呢，疫情却也在海外全面的爆发，那导致了国外的消费市场快速冻结，也连带冲击了中国的大批企业。在广东和浙江等出口大省许多公司呢接不到欧美厂商的订单，或者是原本的订单被临时取消了，导致工厂没有生意可做，只好纷纷要求员工辞职，或者是直接停工放无薪假。妈的，现在又开始放假了，干不到1个月的活，现在又放假3个月，这以后咋整？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浙江义乌过去被称为是世界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吸引大批的海内外商家前来采购。那每年的经济产值呢超过1000亿人民币。但是现在由于上游工厂停工停产，那外贸市场呢也缺少订单，让义乌也只剩下一片荒凉。这是义乌最大的物流仓库义乌港，看看外贸的世界末日，没有人，多安静，以前车都进不来。甚至还有企业老板呢，因为接不到订单，又有工厂的房租压力，忍不住气得砸起机器来。那简单的说，中国企业在疫情初期呢，遭遇的是供应链断裂的危机，也就是上游工厂无法生产出货，导致中下游厂商没有原材料或者是零部件可以生产加工，那也就没有办法呢制造产品来卖了。但是到了近期在中共下令让疫情消失全面推动复工复产之后，中国企业呢反而遭遇了更严峻的境外需求链断裂困境，也就是呢没有市场可以卖，没有人来下订单。那因为欧美各国遭到疫情的严厉冲击，人们不敢出门，那消费需求就大幅的下降，也就促使外国企业纷纷取消订单，或者是不再下新单来买货，从而呢让中国企业陷入没有生意可做的困境。那这部分受冲击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外贸业。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许多制造业和外贸业纷纷的倒闭、停工，或者是放无薪假，那自然也就造成大量的劳工被迫失业，失去了收入，
那就业市场呢又持续的萎缩，形成新一轮的大失业潮。那我们之前多次讲过，失业率呢一直是中共官方的密中之密。那官方的数字经常是偏低的，而且经常徘徊在5%左右，无法反映真实的失业情况。然而即便如此呢，中共官方最近公布的2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也罕见的对外拉高到6.2%的水平，远高于1月份的5.3%。那这个数据虽然未必是真相，但至少反映出官方承认失业问题确实严峻了，所以呢才一再强调要推动复工复产，而民间找工作呢也变得比以往困难了许多。今年几场都是抢的都是抢的。那么这波疫情会对中国带来多大规模的失业潮呢？这一点还很难估计，因为呢还得看疫情何时结束而定。但是我们不妨可以用现有的一些数据来概略的推算一下。隶属中共官方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也就是中金公司呢，日前预测说，今年中国的全年 GDP 增长将从去年的6.1%大幅下降到2.6%，也就是说衰减3.5个百分点。而根据中共官方说法呢，经济产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呢，大约可以带动150万到200万人就业。那如果以此来推算，那么经济衰减3.5%，相当于可能造成525万人到700万人失业。那这还只是保守的估算呢，因为中金公司是官方机构，数据上呢自然会相对好看一些。那我们看一下英国的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凯投宏观预测今年中国经济会负增长3%。那如果用这个数据来推算的话，中国经济呢等于是比去年衰减超过9个百分点。那如果中国的经济实际情况是这样，那么失业人数就很可能高达1350万人到1800万人以上，相当的惊人。那特别是要注意的是今年夏天呢，中国将有破纪录的874万名大学毕业生要谋职就业。那到时候还能有多少的职场空缺提供给这些没有工作经验的新手呢？所以如果情况持续悲观的话，到时候可能还会有数百万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加入这波大失业潮当中。而且这些大学毕业生都有相当高的知识水平和网络使用能力。那如果中共当局无法安置这批人才的就业与生活问题，很可能会引发强大的民怨反弹，甚至还可能出现各种形式的社会抗争。重点2，内需消费陷困境，中小微企业倒闭风险高。然而另一个更大的经济与失业隐忧呢，是国内的内需市场低迷不振，可能会造成大规模的中小微企业倒闭潮和失业潮。日前，武汉宣布解封之后呢，就有大批店家出面抗争，呼吁政府与商场减免房租1年，帮助商家渡过难关。那因为疫情不但造成许多人不敢上街消费，更造成许多人失去工作、失去收入或者失去积蓄。那消费力道呢明显减弱，消费意愿也趋于保守，甚至呢连餐馆也不愿意上。4月3号，武汉中小微餐饮企业联盟呢也向武汉当局发出了求救信。他们强调，光是在过年期间，武汉8万多家餐饮业者损失就高达5000亿元人民币。那多数业者亏损相当严重，呼吁当局呢提供政策援助。不只是武汉的中小微企业重创的问题呢，也在其他城市发生了。比方说在南京，就有大量的店家无法生存，纷纷公告转让。今天带你们看看新街口转让的店铺第一家奶茶店转让，第二家卖栗子的转让，第三家卖陶器转让，第四家鱼火锅转让，第5家美甲，第6家衣服，第7家卖栗子的，第8家卖炸串的，第9家卖臭豆腐的，第10家卖奶茶的，第11家超市和饭店，第12家卖炸串的短短的几百米路吧，基本上10几家在转让，这就是现状。而且尽管中共央行端出了各类的刺激经济工具，比方说降息、降准等等，鼓励银行呢借出更多的资金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但是银行也会考虑到债务风险和还款的能力，所以呢，往往只会借给国企或大型的企业，那绝大多数的中小微企业一样很难取得贷款来周转，因此呢，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压力是雪上加霜。
那一旦中小微企业真的出现大规模的倒闭潮呢，将是中共最棘手的难题之一啊。因为第一，中小微企业与一般人民的生活消费是最为贴近的，它雇佣了社会里的大量的中下层劳工。那如果中小微企业大量的倒闭，将会造成中下层的严重失业潮。而中下阶层呢，往往是经济能力最薄弱，也缺乏足够储蓄的群体。因此呢，他们的生活会很快的陷入困顿局面，从而引发许多社会问题和抗争行动。毕竟嘛，人民没有钱，生活也就过不下去，就剩下命一条。那说不好听一点啊，如果抗争会死，那不抗争呢也会饿死，那就不如群起抗争，跟共产党拼一拼，说不定还有转机。第二，中小微企业大规模倒闭，不但将造成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反而按理说还要支出更多的保险和社会福利支出。但是呢，目前各地政府不但债台高筑，还因为防疫工作支出了大笔预算，已经没有多余的财力了。那这样一来呢，倒闭的雇主和失业的劳工无法获得应有的保障或者补助，那势必会增加中共官方和民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对中共呢构成越来越严峻的政权压力。第三，粮食短缺如果发生的话，粮食价格上涨将会更加冲击中下层的生活。那我们在节目里已经多次提过，今年中国的粮食供应面临的多重挑战。不但印度、泰国和越南等等国家呢，因为疫情而暂停或者是减少稻米的出口，那粮食价格也上涨了。那中国内部还面临着球形菌虫、蝗虫等等虫害，以及每年频发的水灾、旱灾等等灾害。那中国各地也因此相继爆发了抢粮潮。特别是当党媒这几天不断的发出文章，强调说粮食供应短缺是多虑了，盲目囤粮有害无益等等的，反而让了解中共的民众更加的起疑，增加民众对粮食供应的顾虑。那再加上美国最大的猪肉生产商 Smithfield 公司呢爆发了集体感染，有超过200人感染中共病毒，那也势必会冲击美国对海内外的肉品供应链，甚至呢波及中国的猪肉进口。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刻，中国中下层社会爆发大规模的失业潮和粮食短缺，不但会重创中国的内需消费经济，还会让大批民众呢无力购买不断涨价的粮食蔬果。那民众如果没工作、没收入，那如果再加上没饭吃，各地就很可能会出现官逼民反的抗争行动。重点3，个人贷款违约增加，金融体系风险上扬。自从疫情爆发以来许多中国人民失去工作和收入，无力偿还房贷、车贷、信用卡账单以及各式各样的个人贷款，也就是出现所谓的贷款违约率升高，从而导致金融机构和网络贷款平台的风险大幅上扬了。那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就说，目前信用卡和个人贷款客户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都明显下降了。2月份的信用卡和房贷各贷的违约率都比去年同期大幅的提高，但是招商银行没有透露具体的违约率数字。然而现在整体社会环境不但面临严峻的大失业潮，那许多公司呢，即便没裁员，也实施了停薪或者是减薪。那再加上消费信心疲弱不振，许多中小微企业的经营将受到更严厉的考验。那接下来，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人无力偿还贷款，就会造成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坏账，也就是呆账的持续的激增。虽然这些小微企业和个人的坏账数字跟其他大企业的坏账相比是相对有限的，但是呢，一样会增加金融体系的风险与压力，同时也会促使更多银行呢更不愿意借钱给小微企业和个人，让中小微企业更难经营生存。好，我们帮大家整理一下目前这波疫情呢，已经让中国经济面临了至少7项严峻的风险。风险1，供应链断裂；风险2，需求链断裂；风险3，中小微企业倒闭潮；风险4，大失业潮；风险5，高校毕业生失业潮；风险6，消费市场微缩与消费降级；风险7，信贷违约激增，银行金融系统风险上扬。不过我们要强调的是，这里呢还只是从失业相关的角度来讲起，这次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还有很多，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继续聊。
好，今天先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请记得订阅、留言、按赞，跟你亲朋好友分享。那订阅之后，请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呢，你就有机会收到我们新节目通知了。我们下次再会。